哈里恐怕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人生最惨烈的连环翻车，会集中在短短1个月内集中爆发。一手创办的不可征服运动会，核心赞助商波音直接撤资，赛事资金缺口暴增至4000万英镑。下一届伯明翰赛事恐成绝唱，打了4年的隐私官司，97项指控全线败诉，5000万英镑诉讼费砸在头上，终审判决连上诉机会都不给。加拿大运动会6320万美元天价开销被扒，人均11.8万美元的离谱成本，连退伍军人都集体要求公开账目。这不是运气差，是他6年里透支的所有信任、情分、口碑，集中到了清算的时刻。很多人还以为他只是混得不如以前，实际上他是把自己手里最后一张能打的王牌亲手打烂了。不可征服运动会，这可是他脱离王室后唯一拿得出手的正面 IP， 是他维持公益王子人设的最后一块遮羞布，现在连这块布都快要保不住了。先说说最致命的一击，波音撤资。这可不是什么小赞助商跑路，是顶梁柱塌了。波音从2018年悉尼赛事就开始赞助不可征服运动会，海牙、杜塞尔多夫、温哥华一届没落。2023年直接升级成全球首席呈现合作伙伴，是所有企业里给钱最多、合作最久、分量最重的大金主。运动员的装备、康复配套、差旅补贴，大量核心公益支出全靠波音的资金撑着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波音就是这个赛事的半条命。结果呢？2027年伯明翰赛事还有1年，波音直接官宣终止全部合作，连缓冲期都没给。有人说企业撤资是商业决策，哪有那么简单？波音是什么体量？航空巨头、军工大户，对品牌声誉的敏感度比谁都高。他们为什么宁愿违约也要撤？说白了，就是哈里的负面缠身，已经到了会反噬品牌的地步。这事儿早有伏笔。2023年杜塞尔多夫那届运动会，梅根要出席闭幕式的消息刚放出来，波音 CEO 戴夫·卡尔霍恩就直接放话，要求禁止梅根出现在闭幕式舞台上，否则就考虑撤资。当时迪士尼等其他赞助商也跟着重新评估合作风险，闹得非常难看。梅根最后虽然还是去了，但全程镜头少得可怜，连单独发言的机会都没给。从那时候起，波音心里就埋下了不满的种子，只是一直没撕破脸。这几年哈里干了什么？出书报王室黑料，接受采访骂王室制度，跟媒体打没完没了的官司，私生活争议一波接一波。一个本该聚焦军人坚韧、充满正向能量的公益赛事，绑上这么一个争议满身的人，企业图什么？图天天上负面热搜，图消费者抵制。更扎心的是坊间流传的撤资理由，有内部消息称，赛事的公益资金被挪去支付梅根的私人造型、服装和出行开销。梅根借着出席赛事的机会，把穿搭当成时尚秀，转头还在自己的平台带货变现，钱一分没留回退伍军人项目。这话不是空穴来风。2025年温哥华惠斯勒那届，梅根只出席了3天活动，光服装和珠宝总花费就高达27万英镑，折合人民币247万，单套造型最高价值25.4万英镑，3天10套造型，拉夫劳伦、华伦天奴轮番上阵，珠宝占了总花费的98%。这些钱从哪出？明面上是他自掏腰包，可业内人都懂，大型活动的嘉宾造型开销，很多都会走活动预算的公关招待费用，最后算来算去，还是赞助商和捐款在买单。这种传闻传得多了，波音在家大业大，也不敢冒这个险，毕竟人家是正经军工航空企业，品牌声誉比那点赞助费值钱多了，犯不着为了一个公益赛事，背上挪用善款给公爵夫人买衣服的骂名。金主跑路只是开始，连锁反应才最可怕。现在伯明翰赛事本来就有4000万英镑的资金缺口，11家赞助商加起来才凑了400万，本来就捉襟见肘，波音一走，窟窿直接大到填不上。更要命的是，头部企业带头撤资，其他观望的小赞助商肯定会重新评估风险，要是跟风跑路，这届运动会搞不好真的要黄。王室评论员马克·多兰直接在节目里说，这一切可能全部化为乌有。你品，从哈里引以为傲的个人标志性事业到化为乌有，才用了不到3年时间。紧接着第二暴击，
就是慈善账目彻底爆雷，连退伍军人都站出来质疑他。2025年，温哥华惠斯勒那届不可征服运动会总开销高达6320万美元，参赛的伤残退伍军人一共才543人，算下来人均参赛成本11.8万美元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美国勇士运动会全年总预算才200万美元，德国同类勇者赛事开销仅20万美元，性价比差出几十倍。更离谱的是，这6320万里有3000万是加拿大联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纳税人钱，接近一半都是公款。调查记者雷切尔·麦克斯韦尔直接把账目扒了个底朝天，灵魂拷问所有人：这笔钱足够给每个老兵装假肢、改无障碍住宅、买适配车辆了。最后就换来一场10几天的运动会。顺着账目往下挖，问题更多。不可征服运动会基金会2024年的年报显示，给退伍军人组织的直接拨款一年砍了63%，从68万美元骤降到25.5万美元。与此同时，基金会新增了一个6位数年薪的高管职位，现金储备涨到290万美元，最高新员工年薪超过15万美元。钱没花在老兵身上，倒是先把行政团队和高管待遇提上去了，这让真正上过战场的伤残军人怎么想？难怪大量退伍军人群体集体发声，要求公开全部明细，自证清白。王室专家希拉里·福特维奇更是直接点名，核心问题只有一个：哈里到底有没有借公益抵扣税款，利用退伍军人牟利？更讽刺的是，官方财报里5770万美元都归在运营成本大类下，住宿、餐饮、人力、技术、开闭幕式、宣传营销全混在一起，细节模糊不清。麦克斯韦尔想下载完整预算表细看，发现官网居然改成了必须用 Dropbox 账号才能下载，等于变相追踪下载人信息，大量关键数据还被涂黑处理。一个公益赛事，账目做的跟商业机密似的，能不让人起疑心吗？这还不算完，他自己2006年为纪念戴安娜创立的非洲慈善机构 St. Pauli， 他去年也辞掉了赞助人职务，等于连母亲的慈善遗产他都没守住。很多人不知道 St. Pauli 这事儿水有多深。这家机构名字在莱索托语里是勿忘我，是哈里21岁那年和莱索托王子西索一起创立的，专门救助非洲艾滋病孤儿，完全是照着戴安娜的人道主义路线做的。哈里当年搬砖建总部大楼，兴奋得像个孩子，说这是自己毕生的心血。结果2025年直接爆了权力斗争，董事会主席索菲·钱道卡博士指控机构内部霸凌厌女。英国慈善委员会介入调查了4个月，调查最后没查出霸凌实锤，但把管理层的混乱全抖出来了。导火索就是钱道卡不肯当苏塞克斯夫妇的公关工具，公开说我们不想成为他们公关机器的一部分。哈里直接就炸了，逼着董事会逼人家辞职，最后闹到整个董事会集体辞职，哈里自己也安然退出赞助人位置，将近20年的心血就因为不肯放权，容不下不同意见，彻底毁了。内部人说哈里觉得这是恶意收购，心碎的不行，可走到这一步，不都是他自己做的吗？还有那个阿奇威尔基金会，账目更是一笔糊涂账。2024年总开支750万美元，捐款只募到310万，真正捐出去的公益款项只有180万，筹钱少，花钱多，捐款少，中间的钱去哪了？2022年还被爆出400万美元未公示款项，虽然团队紧急辟谣，但美国相关部门调查的传闻从来没断过。这家基金会的问题远不止收支失衡，按照美国非营利组织规定，董事会至少要有5到7名成员互相监督，可阿奇威尔从头到尾就哈里和梅根2个人，等于自己管钱，自己审批，没人监督，跟私人小金库没什么区别。2024年，加州慈善监管机构 Charity Watch 直接把他列进了黑户名单，总检察长发警告函，说要重新评估慈善资质，甚至暂停注册资格。2024年，他们还搞了个更名，从基金会改成慈善机构，换汤不换药，账目透明度问题一点没解决，光外部项目顾问这类模糊支出就占了近一半，钱花在哪了？全凭他们一张嘴说。公益这件事，最珍贵的就是公信力，一旦公众开始质疑你拿慈善当幌子谋私利，这个人设塌了就再也立不起来。哈里当年靠不可征服运动会圈了多少好感，
现在账目一报，就反噬的有多狠。大家突然反应过来，一个连公益钱都算不清的人，真的是在为老兵做事吗？第三重暴击就是4年官司全线惨败，钱包和脸一起丢光。哈里跟《每日邮报》母公司联合报业的官司打了整整4年，他一共提出97项指控，说对方电话窃听、座机监听、雇私家侦探、买通警察，系统性侵犯他的隐私。结果法官用436页的判决书，把97项指控全部驳回。驳回的理由特别扎心，没有实质性有效证据，大部分都是哈里自己的主观推测和臆想，根本站不住脚。更戏剧性的是，他那边的核心证人私家侦探加文·博罗斯，庭审前直接翻供，说自己的证词是伪造的，根本没给报社干过非法挖料的事，顶梁柱证人倒戈，这官司不输才怪。436页的判决书里，光是列联合报业获取信息的合法途径就列了27条。从公开渠道买他2012到2020年的公开行程，委托有资质的侦探在公共区域跟拍，从前助理钱安保手里买非隐私信息，通过王室公关人员核实消息，人家每一篇报道都有合法信源，反倒是哈里这边，全是我怀疑应该是拿不出半点实锤，法官最后都无奈了，说不能因为你觉得不爽，就推定人家违法，输了官司也就算了，钱也得赔。根据英国法律，败诉方要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，这案子打了4年，双方耗资巨大，总诉讼费估算高达5000万英镑，折合人民币快4.5亿。7月底，法院就要开庭证会定具体金额，这笔巨款砸下来，对本来就财务紧张的哈里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这笔钱具体怎么分？7个原告平摊的话，哈里作为牵头人，至少要扛800到1000万英镑。别看他好像有钱，这些年做吃山空早就见底了。戴安娜留的1300万美元遗产，王太后信托分的1000万美元，再加上网飞 Spotify 那点合约收入，看起来多，经不起年年造。蒙特西托豪宅950万美元的房贷，每年400万美元的安保、佣人工资，各种奢靡开销，一年固定支出就奔着700万美元去，坐吃山空多少年了？这1000万英镑诉讼费砸下来，搞不好真要动本金。最讽刺的是，哈里输了还嘴硬，公开发声明质疑判决，说结果是彻底的粉饰，拒不认错。可法院直接给了终审结论，不能再上诉，等于他连继续闹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老老实实认罚。这让人想起他上个月上播客，主持人问他职业是什么，他憋半天报了一串：全职爸爸、退伍军人、英格兰王子、公爵。4个头衔听着挺多，可没有一个是能赚钱的。全职爸爸不挣钱，退伍军人是身份，王子和公爵是头衔，都不是职业。一个41岁的男人，连自己靠什么吃饭都说不明白，现在又背上几千万英镑的官司债，处境有多尴尬，可想而知。有内部消息说，哈里现在把财务崩盘的锅都甩给梅根，觉得是一连串错误决定耗光了他的家产。可路是他自己选的，钱是2个人一起花的，出事了全推给女方，未免也太没担当。说到这就得好好掰扯清楚，哈里为什么会把一手好牌打成稀烂？这根本不是运气问题，是他从脱离王室那天起，就没摆正过自己的位置，每一步都踩在既要又要的钢丝上，摔下来是迟早的事。首先你要明白，不可征服运动会从来就不只是一个慈善赛事，它是哈里的政治名片，是他脱离王室后唯一能跟王室体系抗衡的个人 IP。有这个赛事在，他就还是那个心系退伍军人的公益王子，就还能维持住王室级别的公众关注度，就还有跟王室谈判的筹码。他心里打的算盘是，王室我不回去了，但王室身份带来的光环、尊重、特权，我一样都不能丢。靠一个公益赛事，既能保持体面，又能自由赚钱，两头都占着。可他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，这个赛事从诞生第一天起，就是靠王室背书撑起来的。2014年第1届能办起来，靠的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、英国军方的资源、王室全球影响力的号召力。不是哈里一个人有多厉害，是他站在王室的肩膀上，才有了这个起点。他以为离开王室是自己能力的开始，实际上离开王室
就是他光环消退的开始。就像大厂高管离职创业，一开始大家还看你前公司的面子给你合作，时间久了，你拿不出对等的价值，还一身黑料，谁还愿意陪你玩？波音撤资就是最典型的资本用脚投票。以前你是正经王室成员，跟你绑定是抬升品牌调性；现在你是争议缠身的落魄王子，跟你绑定是拉低品牌口碑。这笔账，企业算得比谁都清楚。更深层的崩塌，是全方位的信用破产。对王室，他出尔反尔，回英国见亲爹查尔斯，约好的时间能反复改好几次，最后还能出尔反尔，搞得查尔斯直接收回留宿邀请，连弗洛格莫尔别墅都收回去了。亲爹都被他折腾得不耐烦，可想而知他有多反复无常。对合作伙伴，他公司边界模糊，赞助商的钱是给老兵做公益的，结果传出被挪去私人开销，不管真假，传得多了，信任就没了。做生意最忌讳的就是账目不透明，他倒好，连最该干净的慈善钱都能传出各种闲话。对公众，他人设前后矛盾，嘴上喊着保护隐私，转头自己把家里私事全抖出去卖钱，嘴上说热爱军队尊重老兵，结果自己的军旅履历被扒出水分，大部分时间在掩体里打游戏，连阿富汗杀敌数都成了争议话题。说到军旅履历这事儿，最近也被翻出来反复鞭尸。他回忆录里写自己在阿富汗当飞行员，击杀了25名武装人员，说的神乎其神。结果知情人爆料，他根本不是什么战斗机飞行员，就是个阿帕奇直升机的机枪副射手，而且大部分执勤时间都在后方安全掩体里待着，打电子游戏的时间比执行任务还多。一个连战场一线都没怎么去过的人，天天站在伤残老兵面前谈不可征服，谈感同身受，现在连军方群体都不买他的账了，觉得他消费军人荣誉。现在网上连替代人选都替理事会拟好了，安妮公主的女婿麦克廷德尔或者大卫贝克汉姆，这两位都是正儿八经的体育圈顶流，做退伍军人，慈善也多年，口碑干净，人脉广，拉赞助能力强，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比现在的哈里体面。波音这一走，等于变相给理事会递刀，是继续供着这个形象碎一地的落魄王子，还是为了老兵的饭碗赶紧换人？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一个人最大的破产，从来不是没钱，是信用破产。你说的话没人信，你做的事没人挺，你发的誓没人当回事，那你就真的成了孤岛。这时候再回头看威廉，对比简直惨烈。同样是戴安娜的儿子，威廉这些年在干什么？踏踏实实履行王室公务，一步步接管军方职务、慈善资源、王室赞助人身份，稳扎稳打，夯实储君地位。他不声不响，手里的实权和公众信任却越来越多。军方愿意服他，慈善机构愿意跟他合作，民众也认可他。哈里呢？6年时间，把王室身份、公益口碑、家人情分、商业信誉，一样一样全挥霍光了。手里的牌越打越少，最后就剩个戴安娜情怀，还被他反复消费的快贬值了。兄弟俩最大的区别就是，威廉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知道自己该守什么。哈里什么都想要，却什么都不愿意付出代价去守。他想要自由，又不想放弃特权；想要赚钱，又不想丢了体面；想要逃离王室，又舍不得王室的光环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有人说哈里是被梅根带坏的，可路是他自己选的。他是成年人，没人拿枪逼着他退出王室，也没人逼着他出书爆黑料，打没完没了的官司。他骨子里就是不甘心当备胎，不甘心永远站在威廉身后，总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，总觉得离开王室能闯出一片天。结果呢？好莱坞没闯出名堂，王室也回不去了，钱没赚到多少，口碑先崩了，连最后一个拿得出手的公益赛事都快要保不住了。最讽刺的是什么？他当年觉得王室束缚他、亏待他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以为自己是追求诗和远方。现在回头看，他扔掉的哪里是束缚，是他最值钱的家当、身份、信誉、家人的情分、稳定的平台。他还天真的以为这些东西扔了之后，会有人排着队高价回收。醒醒吧，人到中年最惨的不是没钱，是你把所有信任都透支光了。
等你真需要搭把手的时候，才发现身边早就空无一人，你手里攥着的，连张空头支票都算不上。光环可以借一时，信任撑不了一世。平台给你的光环，从来不是你自己的本事，错把平台当能力，迟早会摔跟头。透支的人情总要还，挥霍的信任终会空。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商业合作，信任都是1号品，用完了就没了。别等走到四面楚歌的那天，才想起自己当初扔掉的到底有多珍贵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